拼装的玩具，小号手出品的外传飞过山。但是这一回非常的没有灵魂，让我最不爽的就是它竟然不能从中间一劈两半。其实小号手如果说啊，它设计的再有灵魂一点，它在拼装的过程中，如果说是左半个拼左半个，右半个拼右半个，最后拿卡扣连在一块儿，是不是这样就更妙了？到时候你互动玩的时候，你可中间做几个简单的连接卡扣啊，从中间往开一撅，是不是就更棒了呢？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吧，其实小号手的拼装素质还是很高的。之前我们玩过大黄蜂和闪电，这两款都很不错，而且明显感觉闪电在玩的时候已经比大黄蜂的这个版本进步了很多了。这一次我们来看看飞过山做的怎么样了。而这一次呢，也是雷霆魔丸，淘宝搜一下，大家就可以去他那里购买了。说明书纸品的部分啊，其实这回的板件内容并不多啊，后边的组装指示也是很简单的。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它后边要做的阿尔西，哇，这个就很棒了呀，很期待这款阿尔西啊！而且毕竟小号手现在拿到了版权嘛，这个外传系列后续应该都会做的。这阿尔西很 nice 呀，我争取在1个小时之内搞定它吧。毕竟这个东西组装起来的话，零件并不多嘛，还是挺简单的。第二个，它身上这些板件上面基本上做的都是按压水口，所以呢，你用不用模型钳子已经无所谓了，直接揪也可以。再加上第3点，它做了预涂装，所以不需要贴纸，直接往上扣就可以。然后我发现了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为什么这个板件上面会挂着一颗脑袋？你这算是变相鞭尸飞过山吗？应该只是为了怕这个脑袋的零件丢吧，他故意卡在了这个球装上。如果说这是一体注塑出来的，那这个技术是有点恐怖了。PC 键软乎乎的，最关键的一步来了，看看这回插腿会不会断脚腕啊？哎，很舒服的就扣合上去了嘛。这回没有断，嘿嘿，很简单的一步就卡进去了。大黄蜂当时是为啥呢？因为这块料子是硬的，这回的这个 PC 键比之前的要软和很多。来，再装一下这只脚看一下，哎，也很舒服的套上去了。这回这个腿就不是那么容易断了，因为这个脚底的 PC 键变得更柔软了，所以插这个地方会特别的舒服，一下子就套进去了。好了，说话间，这一款小号手出品的飞过山跳崖者拼装也就完成了。我还心说啊，我估计得1个小时来把这个东西解决完，没想到半个小时左右吧就把这个东西搞定了。非常简单的一个拼装，而且呢，其实按压水口呢，你剪不剪都无所谓啊，自己抠一下也行。如果有多余的水口，拿指甲刮一刮，其实也挺干净的。组装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契合度也是非常的高的。很多它中间组合的一些位点，它契合的时候其实是单方向的，也就是说你装上1次以后，你再想拆开还挺困难的吧？里边有一些倒牙扣子啊，把一些地方咬死了。整体来说的工艺，我觉得是比之前大黄蜂也好，闪电也好，又有一个提升的。首先就是这一身预涂装了，非常的漂亮。作为一款拼装的玩具来说的话，它身上做出来这些细节的刻画以及这些预涂装，尤其这一回在这些灰色板件的处理上边，其实对比大黄蜂来看，它会更有金属的光泽感。发现没有？比大黄蜂，虽然说其实这两个家伙吧，在原作里边啊，不管说官方的动画、游戏、漫画以及玩具线，基本上这两个都是冲突的改模。但是拼装版这一回呢，虽然也是在大黄蜂基础上改的，但整体来说很漂亮，涂装什么的比这个大黄蜂进步了不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脚踝地方的连接位置了。大黄蜂这里在塞这个脚踝的时候，因为有一个 L 字的球冠存在，所以这里特别不好组装。加上这块塞鞋底的这个零件啊，往里塞的时候特别的紧，导致了这一块根部特别的容易断裂。
所以呢，当时的大黄蜂这个不好组装，导致这个脚踝地方断裂的问题挺严重的。这回飞过山把这一块很好的修复了。它修复的方法其实不是改设计，它模具都不用去改。当时我还想着它会不会改模具啊，把这个脚踝变成竖直插的，那强度就高了嘛。不得，它换了材料的配比，鞋底的这一块零件的这个 PC 键呢，它变得特别的软，这个柔韧性特别软。你一变软了以后，你插球关就很方便插进去了嘛，所以弹性好了。这块脚踝刚才我们组装的时候也看见，非常方便的就套进去了，而且并不会太松。我还担心它变得容易套进去以后，这个球关球腕的把控力会不太好啊。但没想到，其实这个料子阻尼感还是不错的，这个脚踝撑起来的也是挺好的。我们放在地上来看看。因为本身的尺寸就非常小嘛，也非常轻，所以这个脚踝的支撑力度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虽然做紧了会特别的难插，但是也不见得它这个支撑力就不好啊。做松了的话呢，也撑得住，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加上身上的这些涂装，其实跟大黄蜂放一块一对比，就能感觉出来灰色塑料板件，尤其的这个金属的光泽感，会比大黄蜂来的更细致一些。红色嘛，也并没有什么水纹的变化，灰色也并没有什么水纹凸显的地方，这点是很好的。再加上脸部的这个细节勾勒，其实就是做这么小的一款拼装玩具上边，能把脸部的这些细节、线条以及一些内构的刻画都给你展现出来，这一点做的真的尤为突出，很不错。当时在大黄蜂身上，我就觉得在这么点的一款小玩具的拼装上做出来这种细节已经不容易了。没想到飞过山也做得很好，把控得很不错，再加上肩膀这里有一个印刷的特别小的汽车人标志啊，这个印刷印的也很不错。背后来看，基本上其实就是改了一个翅膀的位置，剩下的地方都一样，但是这个银就是枪铁色吧，玉涂装做出来的这个腿肚子就要比原色的黄色来得更高级一点点啊。所以说呢，其实这款飞过山总体来说的进步非常的明显，起码它这个脚踝安装就方便了很多。那这就是目前小号手在拼装线出的小比例外转的这3款成品最后做出来的效果了。可以说啊，对于这么点的一个拼装玩具来说，各个方面素质都做得很高，再加上小号手的售价也算是非常亲民的，而且最终完成的素质也都是有目共睹的，很不错，非常的棒。再加上下一边要出的阿西也是很期待了。唯一可惜的这里边就是这个闪电的比例问题，也是让大家诟病的非常的多啊。闪电本应该做的再高很多了，这个现在有点太小了，就导致了如果说严苛按比例看的话，让很多的玩家觉得特别的难受。看看他将来以后的擎天柱出来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吧。再加上我听说小号手后续会做那个所谓能配 MPM 升高的那个拼装版的外传的题材。那当然，如果说是那个大比例的版本吧，身上的细节就可以用分件来处理，以展现出更多的一些细节内构。那说不好，到时候拼装版里边再给你融入一些联动的，比如说齿轮转动啦，一些联动的小机构啦什么的，那也是极好的。所以说小号手这家非常非常不错的外传线题材，毕竟是做军模出身的嘛，所以在做这些拼装的时候也就是小儿科一样了。而这一次的这些涂装呢，也能展现出来小号手在拼装领域的一个高超的技术了。可以说这一条的外传线非常的受这些玩家们的追捧啊，我个人也是其中之一，也是看一看将来以后的擎天柱、阿西这些重要的角色究竟能做出来什么样子吧。也更期待如果大比例线最终能把这个身高的差异化问题解决掉，那更是极好的了。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吧，小号手的飞过山很 nice， 相当推荐的一款。